大家好，我是萨姐。大家在制作马卡龙的时候，是不是经常会遇到没有裙边、开裂或者空心等问题呢？今天分享一个低糖版的抹茶马卡龙的做法，一并解决以上这些常见的问题。用大约1个半蛋白的量，盖上保鲜膜戳几个洞，放入冰箱冷藏2到3天。经过老化的蛋白水分会流失一小部分，做出来马卡龙表面就不容易开裂。将杏仁粉和糖粉混合，搅拌打细。经过搅拌之后的杏仁粉颗粒非常的细腻，过一次筛。加入抹茶粉之后，再过一次筛，这样马卡龙的表面才能平整细腻。蛋白里加入少量的塔塔粉，来稳定蛋白霜的状态。先中高速打发，直到蛋白出现粗泡。倒入1半的细砂糖，继续中高速打发。当蛋白霜开始变得细腻，再加入余下的糖。改成中速打发，直到出现弯钩状就改成低速。蛋白变得更加细腻和有光泽，而且搅拌的时候有明显的阻力。提起搅拌头是直立的尖角或者小弯钩的状态。把过了筛的粉类分2到3次倒入。每次倒入之后，就用翻拌的方式由下至上的翻搅，等见不到干的杏仁粉，再倒入下一次。这个杏仁糊应该是比较缓慢流下的状态，如果搅拌过度，杏仁糊看起来就会比较稀。基本上很难烤出成功的马卡龙。如果有马卡龙专用的硅胶垫，做出来的马卡龙底部会非常的平整。4个角固定一下，裱花带剪口径1公分的缺口，裱的时候平稳的挤压，再往上快速转圈一提即可。这个量大约可以做出30个单片的马卡龙。轻震几下，消除杏仁糊里的空气，同时也让杏仁糊稍微摊开一点。可以用牙签把有些气泡消除。马卡龙表面需要形成一层薄薄的硬膜，才能让烤好的马卡龙有个漂亮的裙边和表面不开裂。空气中湿度如果大，会让马卡龙的表面不易干化。我用一个小风扇加快了表面结膜的速度。时间一般30到60分钟不等，轻轻摸表面完全不沾手就表示好了。预热烤箱至150度，放入烤箱中下层，如果烤箱较小，放在下层，避免表面上色。150度烤制13到15分钟，烤制的时间不宜过长，以免马卡龙表面上色和变脆。刚烤完的马卡龙非常的娇嫩，一定要等完全放凉之后再把马卡龙拿起来，否则马卡龙的底部还会粘在硅胶垫上。现在来做一个低糖版的抹茶奶油馅料，带有浓郁的抹茶香味。把奶油小火加热，倒入抹茶粉，混合均匀。冒泡了关火，倒入白巧克力粒，直到巧克力完全融化，成为细腻的 ganache。冷藏大约半个小时之后，加入黄油，中速搅拌，直到抹茶奶油霜变得又轻盈又顺滑。由于白巧克力含有糖分，所以不需要额外再加糖了。根据大小配对好，
用小号的圆形裱花嘴挤上馅料，两片稍微一压，冷藏24小时之后的马卡龙口感会更好。现在来深挖一下制作马卡龙最常见的4个问题。表面开裂，主要是因为结皮时间不够，烤箱温度偏高，蛋白打发不够，没有清正模具去除小气泡。马卡龙出现空心，主要还是由于蛋白霜或者杏仁糊搅拌不足够。如果没有裙边的话，主要归咎于杏仁面糊太稀，或者杏仁糊搅拌过度，结皮时间太长，导致表面的硬膜太硬。如果表面太脆，主要是杏仁面糊过度搅拌，或者烤制的时间过长。一个成功的马卡龙有裙边、表面和底部都很平整，没有中空或者开裂，可以冷藏在密封盒里存放7天左右，冷冻的话最多可以放1个月。希望大家看完这个视频之后都能做出成功的马卡龙，或者欢迎大家发作业到我的 Facebook。 离开前别忘了点赞、订阅和按下小铃铛，我们下集再见。